说了一辈子英语的外国人答中国人的英语考试卷能考多少分？这次我公公婆婆来中国，发现扎铁这英文也太差了。I'm hungry， 谁录饭呀？温迪就开始挑事儿了，说我觉得吧，扎铁英语不好还是跟彩铃有一些关系的。不行，我来中国亲自带吧。毕竟英语吧，它不光是口语，它涉及语法、用词、引申含义啊这些东西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要是比这些东西，你还真比不过中国人。温迪当时就炸毛了。我说英语60年了，我英语没有中国人好，我是大傻帽啊，大傻帽啊。大胖媳妇说，口说无凭，咱可以考试。都说今年英语考研的卷子难，你我爸还有彩铃一起答。温迪非常有信心，于是我和俩老外在我办公室考了一次考研英语。监考是大胖媳妇的老本行，作为本次考试的监考人加阅卷人，他非常严肃。Papers down for the test start. 然后我们就开始答了。说实话，这卷子真挺难，但我毕竟经历过应试教育的锤炼，我还能对付。我公公婆婆就不一样了，首先完形填空就给干懵了，因为他俩从来就没见过完形填空这个东西。温迪说，这文章说一半非空出一块让我选，那 ABCD 我看都行啊。大胖媳妇说，你如果瞎选，那这文章就看不懂它是啥意思了。温迪说，你一个文章留20个空，谁能看明白它是啥意思？然后呢，温迪阅读障碍，阅读的时候必须得读出来。温迪越读越费劲，直接给他家最有文化的小女儿妮蔻打求助电话。时间紧迫，上来就问妮蔻，所以我们能从文章第5段了解什么信息？妮蔻说，那文章第5段讲了啥呀？温迪说，我要是看明白了，我问你呀。温迪越来越绝望，开始想抄袭，但是他不抄说英语的布莱恩，他抄我的。温迪还在坚持，布莱恩答20分钟之后，非说自己要上厕所，憋不住了。大胖媳妇都训斥他爸，一考试你就拉，你纯是个考拉。幸亏监考老师多个心眼，出去看了一眼，发现他爸考半道自己打车回家弃考了，人家考拉跑了。当时看他俩那样，我就知道我第一应该是稳了。第一可不是白得的，我们考试也是有奖品的。第1名的奖品我早就挑好了，就是我一直在用的修丽可色修精华里边的特研退红配方，先观肌肤红敏总开关，再抑制7大泛红因子，什么泛红它都管得了。超千人退红测试认证的效果，爱泛红的敏肌1瓶它就够了。经过阅卷老师的仔细批阅，分出来了，温迪19分，布莱恩32分，我以71分的成绩夺冠。我挺震惊，我说那温迪怎么能比考拉低呢？考拉都没考完呢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妈也真是个大傻帽，时间不够了，蒙阅读理解是按照 ABCD 蒙的 B C D A 0。人家我爸考拉起码还知道蒙题都得蒙一个答案，人全蒙的 B。 Wendy, back to you. 32. 那天满分多少分呀？100分。这外国人英语还不听我呀？让不让你俩报个吧学去了？报个吧学去了？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，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，盖饭多加钙，不用很多饭。盖饭，太多的饭，不够的钙，不要多多钙，不要太多饭，多多钙，多多钙。你汉语不是不好吗？你不是回家走丢吗？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，你说我可咋整呢？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，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。她到底为什么胖呢？人自己跟我说，我可能需要调一调，可能是湿气，可能是宫寒。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啊！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，不吃鸡爪子，不吃猪蹄子，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？我就问他，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？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，一个猪蹄子全攻破；文化壁垒很虚伪，一个烤冷面全摧毁。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，为了随时待命，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，吃啥都是叉烧，所以壁垒还是有的。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？他说怎么就不算呢？怎么就不算呢？因为他太能吃，吃啥都香。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。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，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，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。螺蛳粉一上来，居然全爱吃。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？好吃不？太臭了，没有肉。啊，真香！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。臭豆腐、辣卤大肠。所以我说实话，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。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，他现在214斤，他都属于易瘦体质。我要像他那么吃，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，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。然后我今天就好奇，我问他，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一句汉语不会说，一个汉字不认识，那时候还没有外卖，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，你那时候瘦没瘦？他说没有，那不能够。那些
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。当时咋回事呢？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，好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塑封的纸，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。我身边这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我心眼多。你先看炒菜区，就选带月字的，肥肠肝、腿肚脑、内肘腰，还有脆。你虽然是蒙着点，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。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，选名最长的。然后啊，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。这个番茄金汁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就选这个名最短的，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，比如肥肠面。然后呢，你一边点，你一定要一边撒嘛周围的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。如果有，跟服务员直接指，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你好，请问他点的是什么？那样显得很无知，就直接霸道总裁就指我要同款。就这种天机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？我说没有，我们不识破，我们识字儿，我们识字儿。我说儿啊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？就你那点算法，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。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，参差不齐就选 B， 以抄为主，以蒙为辅，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？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放弃了，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。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，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。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，就1000年能有一头驴能磨出这个豆来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哎呀，你别辣着，喝点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行，168，168，那我吃点。要我尝尝，味道好像不太对，洗了算了。哎，上次我不唠我老公有多抠吗？追我的时候为了图便宜，在殡仪馆对面给我买束黄菊花，好全给我送走。其实我还没说完呢，他那抠事多了去了。我再给你讲一个他把俺俩婚戒卖了的故事吧。俺俩这结婚之前不得整对婚戒吗？婚礼上好换，就指这块掉眼泪的嘛。但是走遍伦敦的这戒指都太贵了，他就开始动心眼了，跟我说：“你知道这个 Diamond Lasts Forever 就是钻石象征永恒这话，其实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吗？”告我那永恒的东西多了去了，玻璃球、塑料袋、千年皮带、易拉罐，其实都能放住。你要非得追求这个成双入对的这个奖呢，咱俩可以养对王八。那我呢，我也俗人一个，那别人有的东西我拱也想要。他一看在我这不好使，他就只能在他自己这个戒指上抠。我都不知道他最后是咋找着的，反正在网上找着一个地址在东欧哪个国家的，用各种奇怪金属给人私人定制戒指的这么一个小网店，店主的名叫海豹的男人。就是我能接受说我货比三家买便宜的，但是像钻戒了、口红了、好的水和油了，那我也不能太缺。跟我相似心理的姊妹们呢，可以上实货，正品的大牌美妆比专柜便宜大半。完，我老公给自己的戒指选了个材质叫钨，就为了跟我叫嚣，这才是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。反真便宜，49磅包邮。而且吧，他还跟这店主就这海豹的男人还讲了个条件，就是邮来的时候还赠送个服务，就这戒指里边还帮忙给刻新娘的名字。但是他这刻字是机器自动刻的，外国人名不长嘛，所以就机器是只选定这个名，他不打姓，一般就刻这个什么 Lucy、Sophie、Coco 啥的。结果咱中国人写名这个顺序不和外国人是反的嘛，他就直接把我姓打上去了。等了2周时间呢，我老公私人定制的这个钨戒终于到了，他一直憋着没跟我说，想给我个惊喜。结果戒指到的时候，他老兴奋了，把大灯都给关了，点的烛光，含情脉脉的跟我说：“这个戒指呢，不但坚硬，而且只写着我要娶的人。”结果他冲着我把戒指一反转，我一看里边写着张。我说：“你彩礼准备多少？你娶这大姓啊你？还只写着我要娶的人，你把大中国你都娶了，还张。”我老公一看掉链子了，就赶紧联系海豹的男人。海豹男人一听，也说对不起，我没接触过这种姓上写到前边的呀，那咋整？再给你邮一个吧。我新邮了这个呢，又出岔了。这机器识别汉字的时候，把我这名给识别错了。这个错误举个例子呢，就是相当于把张彩玲打成了张彩锤吧，就是这字儿看着还挺像，但因为有错别字就不是我的名了。完最后这海豹的男人没办法，就赔本又给邮了一个，总算对了。反正最后俺家49块钱捞着仨婚戒。结果我老公这个抠人啊，居然想出了个损招，上他买戒指这网站上去卖戒指去了，就把前面这俩错戒指给挂上去了。标签是世上最坚硬的金属戒指，内侧有古汉语、东方哲学艺术刻字。那个刻张的那个戒指没有人来问，但是刻张彩锤那个居然有好几个人来问，其中有一个叫杰夫的男子。你知道国外有一种群体，就是自称热爱东方文明，一生追求仙丹好行，
但是自己本身基础文化还有点不行。我身边就有这样的，就汉语一个字不认识，但是就是迷恋汉字的美，让艺术家往身上纹一排汉字，结果这艺术家也一个字不认识，可能是从车牌上随便选的字儿，结果身上写着一排京津冀绣京津。这杰夫就这类型的，哎呀，好奇灼热，来买的时候还问我老公，这刻的汉字背后有什么故事？我老公说的，好像就是哪个名人的名吧。但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。你说万一这杰夫也拿他当婚戒呢？那不最后等于带着个张彩锤去迎娶了别的女人吗？最后俺俩没管他要钱，就白给他了，让他回家自己琢磨去吧。结果过几天，杰夫神神叨叨给我老公发短信：亲爱的杰米，谢谢你的戒指，我把这几个精灵般的小字背后的语言与文化深刻的挖掘了一下子。你可能低估了这个叫海豹的男人这位艺术家的灵魂厚度。我仔细查了一下，这个戒指中汉语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：我生而自由。